我们已经学习了金属与非金属的结合会产生离子键，而非金属与非金属的结合会形成共价键。本视讯最后讲解的一种键是金属键，金属之间是如何形成的金属键。金属原子紧密地排列在一起，然后形成巨型晶格。这个巨型晶格是带有正电荷的离子、阳离子及自由流动电子或离域电子所包围住。这些流动电子可以在整个结构中自由移动。以下讲解流动电子是如何产生。以钠原子的电子分布图说明，钠的电子排布是2、8、1，它的最外壳层拥有1粒电子，它们受原子核的吸引较小，故此较易脱离该原子。因此，金属原子较容易失去最外壳层的电子，并产生带正电荷的离子，形成类似离子键的状况。金属的巨型结构，阳离子被流动电子所形成的电子海包围住。由于流动电子在整个晶格中流动，因而被所有金属阳离子吸引。流动电子与金属阳离子之间的吸引力把金属的原子连结在一起，这种键合称为金属键。由金属键形成的结构称为巨型金属结构。由于金属原子由强大的金属键连结在一起，而且紧密的排列，需要很大的能量才能够破坏金属键，所以它们的熔点和沸点都很高。在常温常压下，除汞为液态外，其他金属都是固态的。金属的导热性，由于金属内的电子可以流动，当它受热后，流动得更快，能量会由较热的一端传递至较冷的一端，故金属有良好的导热性。金属的导电性，因为金属内有可自由流动的电子，金属与电池连接后，金属中带有负电荷的流动电子流向电池的正极，从而形成完整电路。如图1所示，当流动的电子通过金属棒，灯泡会发光，显示金属是导电体。当金属被捶打，施于金属的力可以使金属阳离子层移位。虽然金属阳离子的位置改变，但是它们仍然受强大的金属键连结在一起，因此金属受捶打时可以变形，显示金属拥有可展向的。最具延展性的金属是黄金。金属可被拉扯成线状，即金属拥有可延性的。用力拉扯金属的两端可使原子层移位，因此金属可被拉长至变形，但不易断裂。合金含有2种或2种以上的元素，其中之一为金属粒子钢合金，它是由铁和碳组合成的，分别是金属与非金属的物质，因它们的原子体积大小不同，在巨型金属结构内的各原子之间的吸引力因而改变，表示金属阳离子层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互相滑动，导致不易延展或破裂，因此合金比纯金属更坚硬。粒子黄铜，它是由铜和锌组合成的。另一粒子青铜，它是由铜和锡组合成的。